机体型号 GATX-105，强袭高达是大西洋联邦与奥布一同联合研制的新型机动战士高达。该项目由大西洋联邦主导，奥布提供部分技术支援的方式来进行。机体使用的相位转移装甲、幻象粒子设备和光束武器均是由大西洋联邦提供的核心技术，而奥布则主要提供骨架和 OS 等电子设备。完成设计以后，便交付给奥布，在赫利奥波利斯殖民卫星上生产制造了5架原型机，而强袭高达就是这5架原型机里的其中之一。尽管整个过程大西洋联邦采取了十分严格的保密措施，设计阶段连参与合作研发的奥布都没有机会接触到高达的核心技术，但是在生产制造过程中还是发生了泄密情况，使得对手扎夫特掌握到了大西洋联邦秘密研发高达的情报，便很快做出了应对，派遣特战队前来抢夺高达。而奥布也在这次泄密过程中掌握了光束武器小型化的技术和高达的制造技术，便利用这些技术独自生产了数架异端高达。除去相位转移装甲之外，各方面性能均与大西洋联邦制造的5架 G 系列高达的性能相当。扎夫特得到高达情报以后十分重视，便以克鲁泽小队为骨干，组成特战队潜入了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最终成功夺得4架高达。剩下的强袭高达因为地球联合派遣的接收部队拼死搏斗，没有被夺走。强袭高达最大特点来自于背后的背包系统，可根据作战需求来选择搭配不同的背包进行出击作战，是 G 系列高达里泛用性最广的机体。机体配备的武装有内置在腰间的2把破甲者战术小刀，是强袭高达最基础的战术兵器。该武器采取高频震动的方式进行杀伤，能够直接贯穿扎夫特机动战士的装甲，造成伤害。瞄准其薄弱部位进行攻击的话，可以使其失去战斗力。理论上，除去相位转移装甲之外，破甲者、战术小刀均可以破坏各类型材质的装甲。然后就是头部装有2门75毫米豪猪阵火神炮，射速极快，一般只用来当近防武器来使用，对付机动战士可形成牵制作用。除去这些以外，强袭高达最核心的装备便是相位转移装甲，简称 PS 装甲。该装甲接入电能启动以后，会从灰色的外观变成比较明亮的颜色，颜色会随着电压和材质上的差异会有所不同，而在强袭高达显示的就是红蓝白颜色。该装甲对实弹攻击和实体剑均有不错的防御能力，除去光束武器外，基本很难破 PS 装甲的防御。缺点就是比较耗电，对机体的续航能力带来了重大挑战，而且失去电能的 PS 装甲将会十分的脆弱，极易被击穿破防，造成重大伤害。所以电能的剩余一旦触及警戒线的时候，就需要及时返回母舰或基地进行充电。由于进入宇宙世纪以后，化石能源已经枯竭，因此包括高达在内的很多装备动力源都是能源电池。作为 G 系列高达里泛用性最强的机体，与决斗高达和暴风高达一样，强袭高达使用的也是奥布开发的 X100 骨架，该型骨架是 G 系列里最标准化的。借着决斗高达和暴风高达的开发经验，强袭高达将 X100 骨架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机动水平是 G 系列高达里水平最高的，基本与人的动作相差无几。搭配独有的背包系统，使其多用途能力同样也发挥到了极致。刚开始一共配置了空装、舰装和炮装3个背包可供使用，其中空装背包自带动力，可以支持强袭高达在大气层中进行飞行，但由于总重已达85吨，使得强袭高达飞行高度和飞行距离比较有限，所以与其他高达一样，需要搭配格乌这样的飞行踏板才具备完整的空战能力。仅依靠空装的动力很难做到长时间巡航和进入高空进行作战，但在宇宙中使用空装的强袭高达将会十分的强大，仅有一些特装的机体速度能跟强袭高达相提并论。然后主武器是一把57毫米高能光束步枪，射击距离不仅远，威力同样也很大，能一发击穿装甲，在有效距离以内基本一发就能击毁。枪上带有瞄准镜装置，可以支持强袭高达进行远距离的精确射击，加上自身优秀电子设备的性能加持，能够像特战机型一样去执行狙击任务，一度用一发冷枪击毁了扎夫特的侦察机型。然后近战装备增加了2把光束剑和盾牌，盾牌带有抗光束涂层，可直接抵挡各型光束武器的攻击，但还不足以应付对战舰级别的火力，而光束剑一经使用就展示了强大的战斗力，对付扎夫特的机体就如同砍瓜切菜一般，近战完全不是高达的对手。可以说空装背包是强袭高达里攻防两端平衡性最好的武装。
特别是在宇宙中凭借4台推进器的动力，使得强袭高达在突防能力上表现得十分优秀。所以大和基拉和木驾驶强袭高达的时候，多数情况都是选择空装进行出击，而与之相对的舰装背包使用的次数要少很多。其主要武器是一把长为近16米的巨剑，刀刃部分会输出光束来提升切割的锋利程度。而左手配备有铁甲火箭矛复合武装，头部带有钩爪，并通过绳索进行连接，发射出去以后可以进行跃进的机动。利用这个工具比较有利于在一些较复杂的空间内进行作战，包括左肩的护甲在内，表面都涂有抗光束涂层，还可以用来当小型护盾使用。在左肩上还装备有一把光束回旋镖，作为投掷武器，可以给对方带来突袭效果。其中扎夫特精英王牌黄昏的魔弹米盖尔就栽到了这把武器上，最后被基拉一剑砍死。由此可见舰装背包的近战突出性能。此外，在进入地球作战环境时，还可以用于进行潜水作战，但强袭高达并没有针对水下环境进行优化，战斗力表现比较低下。然后与舰装相对应的就是炮装背包，最显眼的武装就是携带的320毫米延神超高能脉冲炮，该炮火力足以跟战舰匹敌，输出威力能够直接击穿殖民星，对付战舰和要塞级别的军事单位均有足够的毁伤能力。而右肩则是复合武装，分别装有120毫米对舰火神炮和双联装导弹发射装置，这火力配置是当时机动战士里最强的。一艘太空战舰的机动战士搭载量组成的机队，全部携带炮装，几乎相当于一个舰队的火力。但当时由于高达并不容易量产，大西洋联邦给强袭高达准备了搭配空中霸王进行作战的方案，让空中霸王搭载强袭高达同样的武装作为辅助角色用于支援。尽管在战场上取得了不错的实战效果，甚至还成功进行了在战场环境下更换武装的尝试，但是这些都不具备在全军推广应用的条件，于是转而投入发展强袭高达的量产型号短舰。为了进一步加快投产，还去掉了背包系统，降低配置，大量没有背包系统的强袭短舰就这样制造了出来。很快就投入到了巴拿马战役和奥布攻防战这2场战役当中，而强袭高达在参加奥布的防御作战时发生了些变化。面对这场奥布与地球联合的大兵团作战，此时驾驶强袭高达的木选择携带3个背包进行出击，尽可能加强自身的火力输出。在这之前，基拉有尝试过全部携带3个背包，但此举会增加自身不少重量，从而降低机动性能，耗能也会因此增加。如果不是处于阵地防守作战的话，反而容易陷入被动，极易遭受到攻击。所以在奥布防御作战结束返回宇宙以后，强袭高达便不再全部携带背包进行作战。原本木被地球联合安排了去驾驶另一款强袭高达，也就是这一型使用线控炮背包的强袭高达，攻击方式与木之前驾驶的莫比乌斯零式相同，但攻击能力进行了加强。4个夹舱模块均安装了一门轨道炮和双联装导弹发射装置，机头的加特林机炮可以卸下手持使用，但驾驶这一型机体需要极强的空间感知能力。由于莫跟随大天使号脱离了地球联合军，这个使用线控炮背包的强袭高达更换成了短舰，由另一名人称月下狂犬的驾驶员摩根来负责驾驶。另外，强袭高达还有一个 IWSP 综合武装背包的版本，由大西洋联邦旗下的 PMP 公司研制而来。该背包最显眼的就是装备了2门105毫米加农炮，腰部配了2把9米长的反舰刀，左手携带的复合武装联合防盾还带有30毫米口径的机炮，并且还带有一把光束回旋镖，武装上可谓是十分的丰富。而且右手还能携带一把光束步枪进行出击。不过由于该背包耗能过大，确定短时间内无法解决后，便将该背包技术转让给了奥布的曙光社。后来相关技术也被另一家私营企业阿克泰昂公司获得，然后新制造了一架强袭高达和 IWSP 背包，进行了各种测试和实战使用。技术验证成熟以后，继续用于发展新造的机动战士上。然后转移给奥布曙光社的还有一款闪电背包。闪电背包的需求来自地球联合军军部，主要用来增加强袭高达的续航能力，并且还要能支援队友提供充电。但是承担此项目的 IDE 公司技术储备不足，研发陷入瓶颈，短时间解决无望后，便将闪电背包项目也转移给了奥布。奥布利用自身独有的技术完成了剩余的开发，成功解决了背包体积过大、冷却系统效率低下的问题，还为强袭高达配备了一组703式电磁加农炮。该武器在地球上的射程可达120公里，而在宇宙中有效射程能超过1万公里。该闪电背包在草剃号上完成最终组装后交付给了木使用，但很遗憾，
弹在一场出击战斗中不幸损坏，之后的战斗就没有再次出现，直到第2次亚金杜维战役，强袭高达被主天使号的阳电子炮彻底击毁。至此可以看出，强袭高达汇集了地球联合和奥布大量的科技结晶，相当多的技术都在强袭高达上得到了应用，加上其他4款 G 系列高达，这些机体还尚未完成测试的状态，就给扎夫特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因而为了阻止强袭高达被带回地球大本营，不惜让克鲁泽小队驾驶抢夺来的高达前往追击大天使号，否则这些抢夺来的高达如果当时直接用于前线作战，地球联合将会面临比以往更大的压力。